2.8仿佛一个大型预告片，而第3季是我们将临未抵的天堂。官方一口气甩了10个角色出来，桃花眼了吧？别急，今天我会带你逐帧考据每一个将要出场的角色，脑洞他们的关系和阵营，帮你提前想好上天该跟谁混。别意伤，本视频考据基于现有信息，推理纯属个人逻辑加脑洞，请严肃期待打脸速度和范围哦。众所周知，打入一个新环境，通常要适应很多谜语一样的简写，俗称专业壁垒，也就是黑话了。这些简写通常代表的正是阵营的职能。让我们从映入眼帘的第一个缩写开始。注意看这份需要被分发到所有负责人手上的决议，文件夹上专属的 logo 和文字正是 RSC。通过对比 DevTalk 场景设定图纸的边栏，我们可以确定 RSC 正是罗斯凯利法本身的缩写。这个缩写在之后的比武场景中也会再次出现，毕竟是整个空中城市的本名，出现频率高是必然的。随后文件被送到诺姆和维琳娜身边，诺姆帽子上有一个特别显眼的 BBU， 会是什么意思呢？是邦布 Utopia 的话，能表现出诺姆对邦布的狂热，但结合他立绘袖子上的 Burst 字样和他对武器的狂热以及受害邦布的控诉，也许邦布 Burst Unit 或者邦布 Battle Unit 邦布爆破火力连小队会更加合适。而他和维琳娜都属于 ESD 外务筹措局。接下来我们碰到了脾气不好的弗林特工坊负责人克拉雷，注意他身上的这个猫头鹰面具，结合这个非常贵族红酒的名字，我推测这个角色跟吸血鬼脱不了干系。而他身边劝他不要为难算力部的洛克西，明显是集齐了墓碑、骷髅、蝙蝠、缝线的弗兰肯斯坦小姐。这2人将能共同组成一个非常哥特，也许格外星期三的组合哦。更重要的是，溜了反儿童一路的罕见材料弗林特灰金，显然就是这个工坊生产出来的。熬过了这一劫，算力部很快又被西格利德的长枪吓瘫了。英姿飒爽的西格利德，盔甲和武器上都有缩写 GRAND。根据他的盔甲样式和武器，浓浓的骑士风，士兵们叫他西格利德大人 Lady Sigrid。 因此最可能的 Brand D 复原回去就是 Guardian Rose Khalifa Area Nexus Dame 罗斯凯利法天书卫戍军女爵。当然了，要是不想搞得这么封建，咱就叫 Director 总监也行。西格利德和士兵们练武的广场后方就是一座宏伟的建筑CCD。 结合 DevTalk 里出现的概念图，我们能发现这个 CCD 正是发出决议的那个地方。它的环境中最明显的元素就是时钟，换言之时间。而 CCD 作为显然能调动各部门首脑的机构，符合职能的很可能是 Celestial Central Directorate 天穹中央统御局。这很重要，可以 mark 起来，我们之后还会绕回来。随着视线升高，越过城市中最高的那座钟塔，我们停在了一位蒙眼预言家造型却被不断生长的金属尖刺困住的故事讲述者身上。这位符合刻板印象的谜语人告诉我们，繁荣只是瞬息湮灭的幻象，涌动的涓流之源既非人质也非天恩，而是苦难的深渊。暂时看不懂没关系，我们后面能从整体画面中了解它的位置。接在这种灾难预言后面的是坐在一片熔浆里的菲欧妮，这个名字在 2.8 PV 里就出现过了，当时既没有她的形象，也没有名字的英文翻译。现在这个背后射出6道光芒的女孩，满身都是变形的安卡符号，还叫凤凰，感觉至少要被祭天一次的命运怕是逃不脱了啊。这会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这个你会是谁呢？回顾 2.8 的 PV， 有个声音很像黑之老大的人非常自然地给他派了活。如果他也是 TOPS 旗下的人，那这个你会是黑之老大，还是那个妄想夺取天宫之城的千丈老头呢？
此时突然声音引出了下一个引用尼采的角色，这位头戴紫花的少女桌上赫然放着一张熟悉的照片，赫里尔斯机关里学生时期的法厄同和其他同学。画面很鸡贼地用强光打在了可能泄露新信息的这一半上。不过如果我们翻出法厄同那边的老照片，看这个发型和发带，这位紫花少女应该是老朋友了。照片相框旁边放的这个物体，图案非常像法国波旁王室的标志鸢尾花，但是锋利版的，花瓣如刀啊。接下来一系列照片全是外务筹策局对法厄同的跟踪偷拍，兄妹俩上天以后开始走老前锋了，贵气逼人。你看这个 LV 花纹的领结，领扣上还用拉丁文写着 Ex Cielo Oriundus， 源自天堂。至于这个四瓣花的花纹是非常标准的四叶式，曾经在建筑和宗教艺术中很常见，在这里也是营造了一种贵族和神圣秩序的感觉。这种花纹反复在维琳娜办公室的花瓶上和场景建筑上出现，不知道是否意味着这是某一个学院或者派系的标志呢？塞维里安突然乘坐高级专车出现，不过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亲哥的同色跟赛斯完全不一样呢？你俩谁遗传的谁啊？雷米埃尔，翅膀好多，羽毛好多，看得人鼻子痒痒的。数一数，算上手臂上那2只迷你翅，应该有3对，而6翅是赤天使的象征，它们是最高级别的天使。宗教传说中，这6个翅膀的功能是2个遮脸，2个遮脚，2个飞行。雷米埃尔这个镜头很明显的有翅膀从遮脸到打开的动态。在救法厄同的时候，他说赫利俄斯是曾经和我有关的因，也是现在和你有关的果。所以他救法厄同除了喜欢，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注意，在 2.8 的剧情里，雷米埃尔的行动不是单枪匹马的，他也有自己的同伴。他们通过这个装置来协调任务进度，观察这个通讯器上的标志，一个悬浮的平台上顶着个钟塔，是否很眼熟呢？我们对比3起密约里千丈老头打出的那张牌，再对比一下那个骑士训练广场上故意被截掉了上半截的 RSC logo 呢？我的猜测是，这个通信器就是罗斯凯利法的产物。雷米埃尔在天之算书上有同谋，而这个同谋就目前出场的人里面最有可能的就是也跟赫里俄斯有渊源的紫花小姐。再结合 2.8 剧情中雷米埃尔专门买了折尾花去旧都纪念碑附近祭奠，还记得紫花小姐姐桌上的鸢尾花摆件吗？鸢尾花、折尾花，这俩要没点关系我都不信。也同样是基于这一点，我猜雷米埃尔反叛晚奏的原因就跟赫里俄斯的秘密有关。不过晚奏女士一抬眼，我刚刚因为雷米埃尔的翅膀拾起的信心就顷刻瓦解了。至此，所有人物和机构已经全部出场，我们按照管理结构和合作关系规整一下。罗斯凯利法上的势力大致是2方，一方是建制派，听从 CCD 里传出的决议，维持天书秩序；一方是激进派，雷米埃尔已经摆明了要跟晚奏问个究竟了，而他的背后自有帮手。晚奏、故事讲述者和 CCD 的关系将会直接涉及整个天之算书的运行方式。我已有一些疯狂的猜想，但现在讲阵营关系暂时不深谈。总之，这3者更有可能的关系是晚奏提供能源或是运行平台，故事讲述者进行运算，处理数据的湍流，然后把结果告知 CCD， 再由 CCD 分配到下属部门，以此管理和维持整个空中城市的运行。而下一个版本将要登上天空岛的外地人们，包括代表市政的治安局高官。从维琳娜和诺姆出差能找市长开证明来看，市政跟罗斯凯利法有合作的前提。还有代表 TOPS 利益的黑芝，但由于 TOPS 内部利益似乎并不统一，无法确定是否只会有黑芝上岛。毕竟
老头的计划是夺取。当然还有需要紧急就医的法厄同和马上要搂不住了的赫利俄斯的遗产问题。神将们跟紫花小姐姐的相认似乎近在咫尺了，到底是选保皇还是起义，又或者直接变成第五股独立的势力，掀起腥风血雨呢？你怎么看？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打出你的阵营选择。喜欢疯狂脑洞的朋友，我们下期晚宙天线故事会的时候再见。